我们非常有幸请到白夏教授啊。白夏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他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名誉教授。我们最近创办的《中国民主季刊》也有幸邀请到白夏教授作为我们的顾问。我们今天主要讨论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那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意识形态？它的定义、它的特点是什么？请。这个当然是比较难说的，有各种各样的，但是那个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思想体系吧，这个思想体系也是在那个历史上发展的，像 Wirt 说的那样，就是是一个思想体系，那个思想体系是参加维护一个存在的秩序。政治秩序，意识形态当然在不同的制度当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所以那个意识形态的定义可能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原来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思想体系，但是这个思想体系也不是思想，思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哦，对不起，思想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哲学形态的，就是哲学不，我再说，思想就是一种考虑世界的一个方式，怎么但是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体系，那个体系就是陪着整个思想的，所以是一个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比较接近的那个宗教，因为是一个世界观。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粗俗的那个宗教，所以在19世纪末，意识形态就发挥很大的作用。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宗教越来越不发挥作用，就是特别是在欧洲，所以有那个宗教的软弱化，它被意识形态代替了，所以可以说，对我如果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我就觉得那个意识形态是一个世俗宗教。啊，嗯，关于意识形态在就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很多学科都有特别多的讨论。那在中文有很多人读过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那他讨论了4种乌托邦形式，包括一些基督教派狂热的千禧年主义，包括人道主义、自由主义，还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共4种乌托邦形式。那么在他看来，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都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科学的进步，慢慢的取得优势地位，那么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会逐渐的消失。意识形态的消失带来的是静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当中，人几乎成了物，历史没有了方向，人类也最终失去了了解历史的能力。那么这是曼海姆。那么在给曼海姆这本书写的序言里边，Louis Wirth 他说，意识形态就是指导维护现存秩序活动的思想体系，而乌托邦就是那些倾向于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思想体系。那么您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当然这些是一些比较纯熟的分析做法，但是那个我们现在就是看来了很多意识形态崩溃了以后，人就是有点就是有迷路了，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往前走，那个现在因为那个特别是因为那个共产主义的崩溃，很多人就是觉得现在
没有那个世界没有方向，我们已经到有的说是什么历史的终结。对历史的终结，但是所以那个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当然那个曼海姆的那个看法就是非常所谓的科学主义的一个方式，就是觉得那个理性发展了以后，就不需要意识形态，也不需要乌托邦，那个理性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这个是有点简单化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发现，意识形态崩溃了以后，又出现了，不是可能不是新的也是新的意识形态，但是那个新的意识形态现在，比方说不是那个共产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的，它的根据就是宗教，所以我们有那个fundamentalism，就是基本主义，基要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教旨主义的，比方说原教伊斯旨主义。兰教旨主义的，或者是那个你们在美国的那个evangelistic对 evangelical 对福 evangelic 音派原教旨主义。不一样，就是这些就是事实上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因为不是跟原来的宗教不一样的，所以哪怕那个理性科学思想发展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取消那个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可以说在那个苏联垮了以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它的以前的吸引力啊，或者是它以前的作用，就是好多人就是不信那个教条主义，所以像 Viet 说的有点道理吧，因为那个苏联垮台了以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就是看不到历史的方向，就是历史是有一些怎么说乐观主义的，像那个福库亚马，就中文我也不知道是福山的佛山，对佛山，像佛山这样的人说，哎呀，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历史的结局，现在民主就是只有可以说是那个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在那个全世界普及了，但是事实上是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没有意识形态了，所以现在已经都是理性的，都是变成民主的，但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现在人就是失去了方向，那怎么推动世界的变化？这个现在因为没有这个指导思想，或者是你没有那个思想体系，你很难分析每次发生什么。当然，从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个进步，因为你每次要很仔细的、具体的分析历史的发展，你没有一个框框，所以你必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分析历史的发展，所以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普通的公民，包括对好多知识分子，就是现在没有什么不知道往哪去的，所以拼命的找一个代替原来的意识形态，就但是可能找不到。意识形态在专制国家和在民主国家里边，它起的作用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在那个专制的国家或者是在极权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只有一个意识形态，不可能有多元化的，所以那个意识形态是陪着整个政治生活，包括如果是极权主义的，包括那个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包括经济领域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民主国家来讲，不是说没有意识形态，但是有多元化的，几个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所以在这种他们就是竞争为了，所以你可能今天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但是当然我说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或者是那个共产党也变了，他如果执政的话，如果承认那个民主制度，它可以改变，就是那个所谓的统治意识形态是不同的。但是当然，在那个大框，所以意识形态与那个政治制度跟宪法有关系的。意识形态可能是有点极权主义的倾向，但是它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包括一个有极权主义的倾向的意识形态，它不可以变成就是垄断所有的领域。所以在民主国家当中有几个意识形态可以竞争，在专制国家，特别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办法，意识形态是垄断的一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者是斯大林主义吧。斯大林主义或者对，就是毛泽东主义。对，当然，如果说这个我觉得也要分那个分阶段，比方说要夺权的时候，意识形态是一件事，上台以后，它的作用、它的内容也有点不同的。但是我们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是社会主义吗？不好说。马克思主义吗？这个也不一定。马列主义我们要知道啊，这是斯大林创造的一个概念。马列主义，斯大林以前就不存在的，所以他这个意识形态跟那个执政的经验有很多关系，所以这个不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一个共产党有执政的经历以后建立的一个意识形态。所以毛泽东主义如果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我觉得也可以说毛泽东主义，因为他也有比较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主义他用的那些概念是他用的语言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比方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是推动历史的一个现象。毛泽东也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他用阶级这个概念，但事实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跟马克思的阶级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两回事儿。比方说，这毛泽东执政了以后，当权了以后，你说，工人阶级是什么？是工人吗？是因为他在那个生产的过程中的那个地位吗？也不是。谁是资产阶级？对那个马克思来讲，资产阶级就是有那个掌握生产资料。在中国的，你说那个，比方说5、6年的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有什么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已经早就没有了。你说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抓了一些16岁的地主，哪里有地主嘛？没有地主，因为那个时候早就是土改以后，根本没有那个没有地主了。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当中，这些就是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跟马克思说的那个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的一个阶级。
你说谁是无产阶级？基本上是支持毛泽东的，支持共产党的，他就是无产阶级的。谁是资产阶级的？反对共产党的，或者是批评共产党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所以我说他用的那些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但是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对毛泽东来讲，那个阶级斗争是他说的资产阶级，所以是反对他的反对派对那个支持他的派的那个斗争，所以支持共产党或者是支持毛泽东的那些势力就是共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反对势力就是资产阶级，这样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你可以说，刘少奇是资产阶级的。刘少奇可能有，你可以说他的思想可能有点跟这个毛的不同，但是你不可以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他提出的就是像斯大林提出的那个共产党，所以可以说无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所以什么是他的意识形态？就是支持毛，也不可以说共产党，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他用的就是那个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最重要的方式来继续执政，来达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斯大林是用党，党的都是要领导一切的，但是党有他的那个运作做法，就是毛泽东觉得这个是官僚主义的，所以毛泽东老说，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核心，这个是红宝书的第一句话，但事实上他也不犹豫的达到共产党，就是破坏共产党的运作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这个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我的思想是正确的，我怎么实现我的思想？这个我用那个群众运动，我号召群众来反对我反对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可以有好多例子吧。那我们不谈争锋，就是延安争锋，但是延安争锋已经是那个思想的或者那个运作的模型，可以这么说。所以他这样说，你们可以随便的讨论，自由的讨论什么问题了。但是主要当然你们要反对，因为你们都反对什么教条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宗教主义的，所以这些你们要反对，他就号召群众，群众以为啊，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实现民主了，大民主了。但是这个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要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右的时候就是百花争鸣、百花齐放也是这个。连文革也是也是这个模式，就是号召群众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所以背叛了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基本上就是毛要反对的，我们都反对的；毛要支持的，我们就要支持的，是一个抽象的阶级概念。还有一个群众运动，所以这两个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是两个用群众运动来推动毛自己的理想，就是比较特殊的。嗯，那这一套意识形态和毛泽东的这种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种种做法，让中国也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的时候，所以共产党也面临巨大的执政危机，所以邓小平不得不开始改革开放。那邓小平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些很
口号化的，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像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还有摸着石头过河等等。那这种东西是不是意识形态的一个一个对立面呢？或者说这种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只要能把事情做好就行。那么它是不是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对，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是一个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但是有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就是共产党的权利不可以推翻，不可以改变。所谓的思想基本原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用一个意识形态？邓小平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就是他就是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但是他有一点，就是思想基本原则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就是到了79年3月，他可以说7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三中全会，可以差不多基本上推翻了华国锋，但是过了3个月，他利用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也是利用群众运动来推翻他的敌人或者是反对他的人，就是为了反对反实派，他就是用那个毛泽东的方式，号召群众说话，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民主墙，所以他还是在那个政治运作方面，他还是用了毛泽东的这一套。虽然他说我们也不要用群众运动，但事实上他有点是利用了群众运动的。但是他过了3个月，他就强调了那个思想基本原则。为什么？因为他要说是意识形态，为什么？思想基本原则的唯一的重要的原则就是共产党领导。别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他不说。还有呢，当然你可以说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群众专政嘛。反正这些专政和那个共产党领导是主要的，别的就无所谓。他为什么要用一个意识形态？因为在这个制度上，你必须有一个统治意识形态。所以你说是邓小平理论，事实上没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实用主义，但是有条件的实用主义的，不能动摇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可以说邓小平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实用主义加上共产党领导，这是不可动摇的。4.64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根据。嗯，然后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提出3个代表，然后后来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等等，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把原来那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东西都给否定掉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好像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这个说明那些意识形态的变化，说明这个制度不是依靠意识形态来执政，意识形态是一种预防别的意识形态的出现的一个工具。所以你看，如果看那个江泽民，你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应该是阶级斗争嘛，应该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中国早就没有组织的自由，创造组织的自由。你说3个代表，那个当然是让企业家入党，也参加那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如果用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讲，是自相矛盾的。怎么可以有企业家和工人？企业家怎么能代表工人呢？这是完全不可能。无所谓这个
意识形态就是说我必须有一个官方的思想，这个官方思想它是那个共产党的创造共产党的合法性。我不管它的内容怎么样，但是我需要有一个我叫它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适应现代适应目前的情况的马克思主义吧。但是它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完全是那个国家资本主义加上一些亲党的化的企业家来执政。所以无论是那个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的所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基本上不配置他的运作，他就是怎么做怎么执政，我就改变了那个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要适应现实，不是现实要适应意识形态。这个跟毛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是这个，他们不要求人就是群众相信这个意识形态，谁会相信三个代表？谁会相信那个科学发展观？但是这个三个代表对我来讲有好处，因为我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我可以在经济方或者在经济领域上有更大的运作自由，我就很高兴，我就支持。但是不是因为我相信三个代表，或者是我相信和谐社会，所以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完全不跟毛的时候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作用。就是有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你不可以有别的跟你竞争的另外一个意识形态。所以我什么都放在里面。所以你要有一个市场经济，好，市场经济也是属于我的马列主义的，事实上不是。所以这个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淡化了，就是那个时候。对，就是中国宪法里边还有4项基本原则，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等等，但是它在80年代之后搞得越来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等等。那这种就是社会主义，一方面他不放弃社会主义的说法，而且共产党的名字也是共产主义嘛，就是共产党。然后另一方面，他又大搞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那这种矛盾，他有没有想到这样一种矛盾？我觉得这个说明那个意识形态的作用，反正是特别淡化了，因为无所谓，就是跟那个现实有矛盾，但是你必须给那个共产党的一个合法性。所以我当然可以叫他那个入学党，或者是那个民族党，比方说，因为他基本上也是，如果要说一个什么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现在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要怎么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个我们以后可能要讨论。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那个他的意识形，他的话语，他的意识形态跟现实是自相矛盾，他也无所谓。所以这个真正的说明，他不相信这个不是意识形态知道他的运作，他的动作是相反的，是他要怎么执政，他要有什么政策，他就把意识形态，他就改造意识形态，就是所以他企业家就是以前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不是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真正的资产阶级可以入共产党，也可以在共产党里面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像你说的那个规则的资本主义的，或者是那个权贵，后教，权贵资本主义。对，权贵资对，本主义，所以这个嗯，所以对江泽民就是说要与时俱进，所以他对这个越来对
对，越来越这个实用主义。对，那我们很快就要谈到中国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那首先，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意识形态方嗯。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是不是在一些方面已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呢？他当然那个意识形态的地位变了，跟那个习近平，所以他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是意识形态也是呃可以帮他加强他自己的位置，他自己的地位。因为现在是那个习近平，当然他没有成功的说是习近平思想，但是他用的那个他觉得那个新式，哎呀。叫什么什么中国特色是习习近平中国近平特色社会对主义新新时代，时代所以如果我的思想进入了那个党的宪章，我的地位是不可以动摇的，因为谁比习近平能呃分析这个习近平思想，只有他，所以他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地位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地位让他得到那个全面权利，就是另外他也可以加强他在党内的地位，就是谁都要听核心的，听那个领袖的，那个集体领导不行，必须有一个领袖，一个很大的领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他回到毛泽东或者是斯大林或者是这些，但是意识形态是不是那个毛的意识形态？我觉得也不见得，不一定那么简单的。他不要再做一个文化大革命。另外，如果说毛的意识形态就是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江泽民肯定不要用那个群众运动。所以我说，如果要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可能要比较的就是跟那个斯大林更像斯大林，他用的就是那个共产党的那个整个组织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来巩固他的权利。他不敢用群众，他不敢号召运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那个72、73年的时候，就你们的那个新公民运动，你们新公民运动是反对腐败，就是对那些党的干部的腐败是有非常仔细的和非常全面的分析。你说习近平如果要真正的反对腐败，他可以用你们就是当他的当那个习近平的红卫兵嘛，你们这样，就是我可以利用，你看，社会里面有这个要求，我就是代表这个要求，我可以用这些人。但是，呃，习近平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抓徐志勇，就是取消了那个你们的新公民运动，不是因为内容，不是因为你们的那个你们做的内容，就是因为他用的就是那个党的组织，不号召群众，因为号召群众很危险，群众也会推翻共产党。毛泽东不怕，毛泽东基本上差不多就推翻了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68年的时候，基本上，但是当然他有军队，但是对党他也无所谓，他可以完全破坏党的。加上习近平完全是相反的，就是党的一元化，真正的党的一元化就是习近平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回到毛，除非你说有那个个人迷信，
有这个强人的政治，没有集体领导。当然，这个跟毛是一样的，但是他的执政方式更接近斯大林。